这一讲我们继续武光元年2年的大事件。一个叫谬忌的人上书建议祭祀太一神。资治通鉴所谓方曰，让人很是摸不着头脑，但不怪我们，要怪就怪司马光没有做好删改工作。只要回溯到《史记·封禅书》的原始记载，就清清楚楚了。谬忌的上书目标是开展对太一神的祭祀，依据是太一神是天神当中最尊贵的大神，青帝、白帝等等五色天帝都只是他的助手。先例是古代天子每年春秋2季都会在都城的东南郊以太牢规格祭祀太一神。操作的方法是一连祭祀7天，祭坛呢要开设通往8方的鬼神通道。谬忌为了给皇帝报批一个新项目，项目数做得特别周详，把目标、依据、先例、方法都讲到了。只要皇帝一点头，项目呢就可以马上落实下去。新项目能不能见成效，反正呢也没法考察。在官场搞钻营报批这种项目，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今天我们读这段历史会感叹呀，谬忌懂钻营，会写项目数，但深想一层的话，还会感叹他的想象力和胆识。谬忌可是凭空编造了一个至上神和一整套祭祀至上神的方法，让原先国家祭祀大典里的诸神凭空矮了一头。要知道这一年的年初，汉武帝才去了雍见祭祀五色天帝，忽然间谬忌告诉他，他祭祀的那5位天神其实只是太一神的助手，这相当于悍然挑战自刘邦以来的国家祭祀体系。我们可以假想一下，如果在中世纪的天主教廷有人提出圣父、圣子、圣神并不是至上神，而是某一位谁都没有听说过的至上神的助手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但是汉武帝不一样，特别吃这一套，马上批准了谬忌的项目，在长安东南郊建设祭坛。有必要交代几句后话。后来呢，又有人说古代天子同时祭祀天帝和太一，汉武帝又批准了，在太一祭坛上对天和地一道祭祀。再后来呢，又有人说古代天子祭祀皇帝用什么什么什么，祭祀太一用什么用什么用什么，祭祀武仪具用什么什么什么的。总之呢，不管新项目如何花样百出，汉武帝都是来者不拒，祭坛自然呢也就越来越多了。于是我们就会发现，刚刚取得了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位太一神已经不再至高无上了，越来越多的大神开始和他称为平级。那么不难想见，将来还会出现一位新的至上神，统摄太一神和他的平级神仙们。这个模式还会不断重复下去，最后就是漫天诸神，整百上千，我们呢记不住也认不全。神之所以越来越多，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种不断迭代的造神模式。汉武帝的煤气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，国防事业也没有耽搁。雁门郡马邑县有一位豪杰，名叫聂一，通过王辉向朝廷上书提出一项决战匈奴的大胆计划。汉匈关系正在蜜月期，汉帝国可以抛出诱饵，诱惑匈奴深入汉境，打一场漂亮的伏击战，一仗把匈奴打残。计划到底可不可行呢？汉武帝召开御前会议，集思广益一下。王惠之所以会传达聂一的计划书，汉武帝之所以会为这件事召开会议，就是因为2年前匈奴请求和请朝廷要员们的意见呢就没能统一，以王辉为代表的少数派主战，以韩安国为代表的多数派主和。最后汉武帝听从了多数派的意见，那决议呢虽然有了，和亲也落实了，汉匈关系也缓和了。但无论汉武帝还是王惠，应该都是心有不甘的。现在连民间都建议打匈奴，作战方案都规划出来了，这确实会让皇帝和高官们的脸上不太好看，感觉真是肉施者鄙，不足远谋似的。聂一所在的雁门郡是汉朝的北方边郡之一，疆域大约是今天的山西朔州、大同西部和内蒙古、乌兰察布南部。战国时代这里是楼烦人的活动区域，赵沃灵王击败楼烦，在这里治郡，以当地的雁门山为名，取名雁门郡。汉文帝刘恒做代王的时候，雁门郡就在代国境内，这时候的雁门郡
就已经是防范匈奴的前线地带了。雁门郡下辖的马邑县在今天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，当地呢有一条南北向的主干道，叫做马邑南路，还保留着马邑这个古老的地名。围绕着聂衣的计划，高官们再一次分为两派，也再一次以王恢为代表主战，以韩安国为代表主和。只不过这次主战派终于占了上风。先前之所以主和派占上风，是因为人们都有一个基本共识，那就是远征匈奴不但成本太高，而且呢，就算打赢了也没有太大意义，匈奴呢随时可以卷土重来。但这一次，聂衣的计划完全规避了这些问题。汉帝国的大军不搞远征只要在国境之内埋伏着就好。打法呢，也不再是野战，而是把匈奴大军引入包围圈，打歼灭战。那作战方案就这么定了。当年的夏6月，武帝任命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李希为裁官将军，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王恢为将屯将军，率领步兵、骑兵、车兵部队30多万人，在马邑附近的山谷设伏，只等匈奴大军进入马邑。从名号上可以推断，护军将军韩安国是全军统帅，节制其他4位将军。将屯将军王恢统帅边郡的屯戍部队，裁官将军李希统帅步兵，骁骑将军李广统帅骑兵，轻车将军公孙贺统帅车兵。一场震古烁今的大战一触即发，接下来就看匈奴咬不咬饵了。引诱匈奴的重任就由聂衣承担，他假装违反禁令，投入到这个匈奴的地界，诱惑单于说：“我有办法杀掉马邑的地方官，举城投降，城里的财物随便你们拿。”单于呢，果然中计，和聂衣一拍即合。于是聂衣回到马邑，杀了死刑犯，把人头悬挂在马邑城下，诓骗单于使者。单于呢，果然带着10万匈奴骑兵大举入境，逼近马邑，一步步接近了汉帝国30万大军布好的伏击圈。这个时候，在马邑周边埋伏的汉军一定既紧张又兴奋吧？但没有想到，匈奴大军距离马邑100余里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哪里不对。只见牲畜遍布原野，却看不见一个放牧的人。匈奴于是进攻汉帝国的一处边防哨所，擒获了驻守哨所的一名军官。我们读这段记载，正常的想法是，单于呢察觉到了异常，不再按原计划赶往马邑，而是想办法抓几个俘虏问明情况。但看来并不是这样，单于虽然察觉到了异常，却没有因此改变计划，攻打哨所只是顺带的事情。虽然俘虏了一名驻守哨所的军官，但也没有打算闷大神们随手就把他要杀掉了。但没有想到，这名军官知道汉军的作战计划，为了保命，把整个计划对单于和盘托出。那单于这才惊呼：“我早就觉得哪里不对。”匈奴大军就这样原路返回，单于相信是上天把那名驻守哨所的军官赐给了自己，于是封这名军官为天王。至于汉军那边，主力部队听说匈奴撤军了，赶紧追击，追到边塞也没追上，估计呢再追也追不上，只好悻悻撤军了。王恢兵团原计划组为别动队从代郡出击，攻击匈奴的辎重部队。听说匈奴撤军了，王恢估计自己的这支部队就算追上去也注定寡不敌众，所以呢也撤军了。如此兴师动众，志在必得，结果呢却一无所获，30万大军白白的奔波了一场。汉武帝的心情不问可知，自然呢要找王恢问责。王恢辩解道，自己的兵力只有3万，既然情况有变，如果硬要拿这3万人追击10万人，这显然是以卵击石。自己明知道不战而回是死罪，但好歹替陛下保全了这3万将士的性命。这样的辩解当然说不服武帝。3万将士的姓名哪里是武帝会在乎的呢？王恢下狱受审，廷尉做出的审判结果是王恢媚敌怯战，论罪当斩。王恢以重金贿赂丞相田汾，但即便是田汾也不敢在武帝面前为王恢说话，话呢要请姐姐王太后去说杀了王恢就等于替匈奴报仇，这种轻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可不能做。但武帝的态度很坚定，说整件事都是王恢发起的，
为此而发动了天下几十万大军。就算事情有变，抓不到单于，王辉只要率领本部人马，认真和匈奴打一仗，打架多少啊，还能想得通。可他倒好，直接溜达回来了。如果不杀他，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呢？王辉听说了汉武帝的态度，自杀了，保全了最后的一点体面。从此以后，匈奴呢不再跟汉帝国和亲了，随心所欲的侵犯边境，杀人抢劫，只是还贪恋着官事贸易的好处。汉帝国呢倒也没有撤销官事，双方的关系就这样既有敌对又搞贸易，本该轰轰烈烈的马邑之战就这样无疾而终。如果做一番复盘的话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？那还有一个问题，明明韩国是主和派的首脑，是马邑之谋最坚定的反对者，为什么反而让他而不是王辉做全军统帅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